流浪汉突然闯进寡妇屋内，见寡妇还有几分姿色，便下意识地掏出自己的长枪，吓得寡妇大惊失色。可流浪汉缴枪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无恶意，没想到寡妇一直盯着他的长枪，并示意他自行销毁。流浪汉只好把长枪放到角落的桌子上。在这炮火连天的年代，其实女人早已看出男人是一名逃兵，他的爱人在战场上牺牲，留下孤儿寡母面对生活的重负，他该怎样生存？于是给男人煮了热腾腾的食物，将他安顿在隔壁的仓库，给他一身亡夫的衣物还有热水，洗去他一路上的疲惫。透过朦胧的玻璃，他凝视着他披上亡夫的衣服，心底的思念如烈火般燃烧。无法入眠的他终于推开了他的房门，邀请他挤在一张床上取暖，但首先声明不能有过分的举动。不料男人还真是个大猪蹄，竟躺床上一动不动，他的手不自觉地暗示他，却仍然毫无反应。压抑已久的情感，就像那决堤的眼泪，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孤独与失落。可伊万回应他的只有这两句 I love someone very much. 然而天刚亮，寻找逃兵的小队突然杀到门前，他慌忙让伊万从后窗逃走，本以为这样就能安然无高，不料丧心病狂的士兵为了逼他交代逃兵下落，将他残忍地绑在树上，眼睁睁地看着4个月大的孩子被脱去衣物，丢在天寒地冻的地上，等着被冻死。女人为了救孩子，只能透露她所有藏粮的地方，可贪婪的士兵并未满足，将她拽进房内实施凌辱。没曾想伊万早已潜伏在门口，直接一斧子结果了想吃霸王餐的家伙。但屋内的宁静却引来了另一名士兵，伊万用同样的方式也送士兵一个免费的盒饭。屋外最后一名士兵竟还有一丝良知，他为婴儿盖上了大衣。这份善举令伊万动了恻隐之心，但女人却像找到了发泄的出口。一丝的善良并不能化解他所有的愤怒，伊万自知惹不起，只好继续踏上800公里的回家路，无比渴望活着见到心心念念的初恋。3年前的冷山镇迎来了一对远道而来的妇女，从马车下来的玛丽，她1.8米的大长腿，白皙的皮肤和烈焰的红唇，羞涩而迷人的笑容，瞬间俘获小镇上所有光棍的心。可她偏偏就对伊万产生了兴趣。Was there something in particular you wish to say to me?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，让伊万心中的千言万语却化作了一个简单的摇头。没想到正是这次无意的拒绝，反而引起了玛丽的好奇与关注。第二天，玛丽买回了一架钢琴，当她看到正在离地的伊万时，立即爬上马车，优雅地开始弹奏。清脆的钢琴声在空旷的田野上飘荡，瞬间吸引了伊万的注意。他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远处的玛丽。她在阳光下弹奏的身影显得那么惬意，伊万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微笑。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，牧师的家里灯火辉煌，正在庆祝教堂的完工。玛丽刚结束一曲优美的乐章，她的目光穿过窗户，恰好落在门外全身湿透的伊万身上。玛丽再次主动出击，端起酒出来与他搭话。玛丽得知伊万即将参军的消息，心中涌起的不安如同狂潮般袭来。她很想劝他留下，但关系还没发展到那一步，最终只能含蓄地索要一张照片，作为这段情感的纪念，却被伊万理解为取笑，接过他手中的酒便走了。 What if you were killed and I'll never see you again? 谁知第二天伊万就找上了门，捧着那本祖传琴谱作为礼物送给了玛丽。然而琴谱里却夹着他的照片，让玛丽心中一阵暖意涌动。想起他那口是心非的神情，玛丽心里充满了甜蜜与期待。尽管见面的次数不多，但他们的关系却在悄然升温。在教堂里歌唱时，两人隔着人群目光交汇，宛若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不料教堂外却传来即将奔赴战场的消息，伊万嘱咐玛丽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一股酸楚顿时涌上心头，玛丽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。But then he'll be waiting for you. 这句话不仅是温柔的告白，还承载着一份深情的承诺。在晨曦微露的时刻，玛丽把一本书和自己的照片送给即将启程的伊万。伊万握着照片，思绪万千，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未知。在这一瞬间的温情中，他无法控制吻了玛丽。这个饱含深情的吻，似乎在他们的心田播下了永恒的承诺。望着伊万的背影渐行渐远，玛丽在心中默默发誓，无论多么漫长，她都会等待他的归来。谁知这份等待竟持续了3年，他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毫无音讯，始终没有收到只言片语。更加心痛的是，他的父亲在一个凄凉的深秋离世，让他成了庄园里唯一的主人。由于不会打理农事，庄园的粮食逐渐耗尽，玛丽也不肯向邻居家求助，只能将家中的物品逐一典当，勉强支撑日常所需。许多人曾受过他父亲的庇护，因此在他失去依靠后，偶尔会施以援手。玛丽总是前往镇上的公告栏，翻看那些遇难战士的照片。她渴望伊万的消息，却又惧怕看到他的照片。幸好伊万仍旧音讯全无，这至少意味着他还活着。战场上，伊万神色凝重地注视着那张被摸得褪色的照片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它包好，却没想到脚下突然裂开，
巨大的蘑菇云直冲天际，他被强大的冲击波击飞，直接被泥土掩埋。许久过去，他才苏醒，挣扎着从土里爬出来，第一时间捡起书和照片。敌军的冲锋如同狂风暴雨般袭来，杀戮在这片坑底无情展开。他眼睁睁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在泥沙中，而他为了救受伤的战友，却被一颗子弹贯穿了脖子。尽管伊万侥幸活了下来，但严重的伤势让他始终处于迷糊状态。而玛丽写了无数封信，总算有一封到了他手里。护士读着信件，他才得知玛丽的境遇，还有他无助的呼喊 If you are fighting, stop fighting. If you are marching, stop marching. Come back to me is my request. 于是在他稍微康复的清晨，他逃出了医院，正式成为一名逃兵，踏上1000公里的归途。他走过了味道刺鼻的沼泽，也征服了高耸入云的高山。风餐露宿的日子，树皮和野草成了他的救命稻草，河边的小蟹小虾则成为了他旅途中意外的美味。这逃亡路可不轻松，除了要应付大自然的考验，他还得躲避身后那群穷追不舍的民兵，搞不好就把剩下的半条命给搭进去了。冷山镇也收到了上级指示，所有的逃兵将被指控叛国罪，任何帮助逃兵的人将视为同罪，当地民兵查实后可以直接处决，而村里的人也不能一直接济玛丽，于是给他找了一个得力干将。可玛丽自身难保，哪有钱请女佣？莎拉却说完全免费，只求有个安身之地，还有不能将她视作女佣。莎拉眼看着寒冬就要来临，得赶紧囤积过冬的口粮，天还没亮就把玛丽摇醒，撸起袖子就开始收拾庄园和菜地。莎拉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干起活来麻利得很，她坚信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，但绝对不会饿肚子。玛丽跟着莎拉忙前忙后，没想到忙活了一整天，不但没觉得生不如死，反而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。玛丽听从莎拉的建议，把心爱的钢琴给卖了，虽然心里有些不舍，但能换来粮食和畜牧，总比摆在那里发霉的好，毕竟活下去才有希望啊。玛丽的生活刚有点好转，镇上的恶霸就看不下去了，这家伙3天2头来骚扰玛丽，可就是没能得逞。气急败坏的他把气撒在了经常帮助玛丽的邻居身上，以窝藏逃兵的理由上门找麻烦。他们对邻居一顿折腾，竟弄假成真骗出了他们的儿子，于是理直气壮地灭了邻居满门。玛丽听到枪响赶来时，恶霸早已带人逃之夭夭，所幸邻居大婶还留着一口气，经过玛丽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却也成了行尸走肉。伊万在路上遇到一群逃难的黑奴，饥肠辘辘的他想用50块钱换个鸡蛋充饥，谁料这些人不但不帮忙，反而把民兵给招来了。伊万吓得魂飞魄散，一头扎进了玉米地，可人哪跑得过狗啊？他转身就冲进了臭气熏天的沼泽地，这才甩掉了追兵的狗鼻子。经历这件事，伊万改为夜行，谁知刚走没多远，就撞见一个正在犯罪的牧师。他二话不说掏出枪逼问原因，才知道这牧师把持不住，让自家黑佣怀了身孕，才痛下死手。伊万当机立断，把牧师捆了个结实，救下了那个可怜的黑奴。临走时还留下纸条，把牧师的龌龊事告知有缘人。伊万打算改走水路，想着这样能更快回到冷山，但女孩却要榨干他的钱包。为了回家，伊万只好咬牙答应。谁知河才过一半，追兵就杀到了，一声枪响，女孩就去河里喂鱼了。为了活命，船上的两人瞬间变身划船高手，拼了老命才算逃出虎口。两人却遇到一个小伙，说是自家牛死了，怕污染水源，他愿意好好招待他们。伊万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小伙果然说话算话，热情款待了两人。可吃完饭，伊万却晕头转向，察觉到不妙便想开溜，却被一个饥饿的女人缠住。紧接着民兵冲进屋子，一枪头把他砸晕了。原来那小伙早就知道他们是逃兵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拿到悬赏金。就这样，伊万和其他逃兵被铁链锁在一起，看来没机会回到冷山镇了。然而前方突然出现敌军，把看守他们的民兵吓得手忙脚乱，命令所有人躲起来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。伊万立即怂恿大家一起跑，民兵却提刀追了上去。逃兵们慌不择路，大喊大叫惊动了敌军，民兵来气了，直接把逃兵们打成了筛子，然后和敌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伊万又一次从鬼门关爬了回来，他咬紧牙关，拖着3条咸鱼，一步一步的前进，累到实在走不动，倒头就睡。醒来发现却被一位老太所救，为了给他补身体，老太特意杀了可爱的小羊，还用秘方帮他处理颈部复发的伤口。但他晕迷时叫了300声玛丽，老太猜想这玛丽应该是他的妻子。听到这句话，伊万当场就哭了，一路上九死一生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为了一个承诺到底值不值得。I hardly know her. I just can't seem to get back to her. 老太却为他指引方向，准备了羊肉和干粮，还送他一把长枪防身。还没等伊万言谢，老太转头回了屋里，生怕自己忍不住要挽留他。伊万再次踏上回家路，很快干粮就见底了，又遇上冰冷的瓢泼大雨。看到远处的一栋房子，便进去借宿一晚，就遇上想跟他过日子的寡妇。他一路上经历了无数劫难，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毁于一旦。他继续朝着爱人的方向出发。自从玛丽遇到了莎拉，简直脱胎换骨。
从前那双只会在琴键上跳舞的小手，如今不仅能自给自足，还能回报那些雪中送炭的人。谁料家里突然进了贼，而这个偷鸡贼竟是莎拉的亲爹。这个老贼也是个逃兵，莎拉从小就被他折磨得够呛，对他早就心灰意冷。老爹痛哭流涕地表示，战争让他浴火重生了，对以前的恶行追悔莫及。莎拉虽然心里还是有道坎，但还是给了他一些吃的，然后火速把他赶走了。可第二天一大早，老爹就带着个朋友在莎拉窗前给他来了场私人音乐会。这段动人的旋律仿佛有一种魔力，瞬间化解了他们多年的隔阂，父女俩的心结终于打开了。谁料恶霸不知从哪儿得到的风声，查到了莎拉老爹和其他逃兵的窝点。莎拉老爹想装音乐家蒙混过关，恶霸却懒得听他解释，宁可错杀1万，也绝不放走一个。莎拉和玛丽得知消息后，火急火燎地赶上山查看情况。还好莎拉老爹福大命大，子弹并没有击中要害，他们赶紧把受伤的老爹转移到山里更安全的地方。玛丽让莎拉留下照顾老爹，自己去打回一些猎物给老爹补身体。随着要声枪响，一只肥美的野鸡应声倒地。如今的玛丽枪法神乎其神，就在她弯腰捡野鸡时，却瞥见远处有个流浪汉。她举枪对准那人，厉声喝道：“从哪来，滚回哪里去！”这番话犹如一把利剑，瞬间刺穿了伊万的心，泪水不受控制的夺眶而出。那些风餐露宿、以树根果腹的艰辛岁月，那些披荆斩棘、九死一生的逃亡历程，在这一刻变得如此可笑。直到他转身离去，那道落寞的背影如同一把钥匙，瞬间开启了玛丽的记忆之门。听到魂牵梦绕的声音，伊万绝望的心终于有了一些慰藉。他缓缓转身，目光与玛丽交汇的一刹那，仿佛跨越了千山万水。玛丽这才确定，眼前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，正是她朝思暮想的那个人。然而心中酝酿多年的千言万语，此刻却化作了无声的哽咽，泪水无声地划过两人的脸庞，却又回到了当初既熟悉又陌生，既亲近又疏离的时刻。篝火映红了夜色，伊万专注地添着柴火。玛丽终于忍不住问起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疑问：“这些年你可曾收到我的信件？”伊万眼中闪过一丝柔情，回道：“只收到一封，就是这封信让他尝尽了人间苦楚。他每晚都在祈祷。” That kiss, which I kissed every day of my walking. Every day I was waiting, longing. 屋内的莎拉再也听不下去了，给他们腾出了房子，否则就成了千古罪人。两人走进温暖的屋内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伊万郑重地向玛丽许下婚约。I'll marry you. Why is that funny? I marry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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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深情的一晚，却给他种下了爱的种子。寒风凛冽的黎明，他们决定下山返回庄园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分成两组，玛丽和莎拉走在前面，伊万和莎拉父亲断后。天意难测，玛丽和莎拉还没走多远，就撞上了民兵团。这群穷凶极恶之徒以窝藏逃兵的罪名要强行抓人。危急时刻，莎拉的父亲恰巧寻来，莎拉为救父亲果断鸣枪，却引来敌人密集的火力。枪声惊动了伊万，他飞奔而来，凭借3年多的战场历练，枪法神乎其技。交火中，恶霸们纷纷倒下，只剩一个家伙仓皇逃窜。伊万担心他回去通风报信，毅然追击。那民兵见只有伊万一人，竟直接挑起生死对决。两人同时拔枪，一声惊天动地的枪响划破长空，那个家伙应声倒地。可伊万也身中要害，玛丽心头一紧，预感大事不妙，她疯狂地向枪声的方向奔去。在那个刻骨铭心的相遇地点，她看见伊万踉跄而来。阴沉的天空中，乌鸦盘旋不散，仿佛死神的使者。他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上，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。时光飞逝，几年过去了，玛丽选择了坚守，用汗水浇灌这片承载着回忆的土地。每当女儿想爸爸了，她都会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，最后反复强调，你的父亲不是那些人口中的逃兵，而是一位真正的英雄。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那个勇敢无畏的男人，永远活在他的心里，成为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，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每一天。
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爱情就像一朵绽放在废墟上的玫瑰，虽然短暂，却格外耀眼。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了多久，而在于经历了什么。伊万用生命诠释了爱的真谛，穿越千山万水，只为兑现那个深情的诺言。即便最终化作尘土，那份炽热的爱依然温暖着玛丽和女儿。正如冷山的雪终将消融，但滋养的种子必将破土而出。因为爱，所以坚守；因为爱，所以勇敢；因为爱，所以永恒。